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所以我要请这个老板吃汤圆。不对，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啊。不，我来请，我要快点抓紧机会巴结老板，拍老板的马屁，这样老板才会对我好。你真狡猾啊！哎，你们两个趁我们不在这里打情骂俏啊！舅舅，你在说什么啦？妈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我迟一点来，你不是更开心？你看你啊，脸都红了。你妈我呢是脸皮最厚的了，可是你呢一点都没有遗传到我的厚脸皮。姐啊，不要再捉弄他们了。我跟你舅舅呢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，反正这里呢有文杰看着，也不用我操心的嘛。谁说的？中午的时候啊，文杰一个人又要炸又要卖的，哪里忙得过来？我知道今天你休息，一定会过来帮他的嘛，是不是啊，文杰？我出去收拾桌子。你看，文杰的脸啊，比你还红。妈，别说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文杰跟我说，我们开始赚钱了，而且这个星期我们赚了500多块啊！真的？嗯。哎，才500多块钱，还不够我抽几包烟，喝几瓶酒呢。姐啊，你不要小看这500块钱，其实很多大生意都是先从小钱赚起的。做生意千万不能想一步登天哦。先从500，再赚5000，然后就是5万、50万、500万。很多人出来做生意，一做就死了。你们能够赚钱呢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照我观察，这还得归功于文杰身上呢。你看这个年轻人，又勤劳又聪明，乍看之下他很像是个书呆子，其实啊，他头脑很厉害的。你们看。他能够跟顾客打成一片呢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对了，如果没有文杰的话呢，我这个摊位啊早就倒了。将来我们大展拳脚的时候呢，就给他当个经理，什么 CEO 什么之类的，让他们什么水啊？夫唱妇随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唱啊那个谁的。佳倩的，听到了吗？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。你舅舅这次回来呢，想在这里大展拳脚，他也会替我报仇。总之呢，要搞到那个臭女人呢没有站的地方。舅舅啊，你上次来快乐屿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啊。我去摸一下地，看一下形势，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啊。这几天我到处了解一下，我这才发觉啊，快乐屿在本地啊还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。这一块招牌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。属于你们的东西，一定要回到你们的手上。舅舅，你准备怎么做啊？还是那句话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什么都不用问了，只要做好你的内应就行了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设法学到它的杂鱼技术。佳倩已经学到几层啦？不，我只学到一点皮毛而已。那就要想办法学多一点了，最起码都要学个8成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把握？
其实选鱼、切鱼、炸鱼都不难，最麻烦的就是它的腌料了。哦，快乐鱼的炸鱼通常都是腌了3个小时之后才下锅炸的。那腌料能够增加炸鱼的味道，但是又不会抢去鱼的鲜味。一口吃下去啊，马上就能够感觉到那独一无二的口感。所以很多美食专家呢都会说，快乐鱼的炸鱼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。那你知道那腌料是怎么样调配的吗？这是阿公传下来的，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，即使是爸爸还有罗家的成员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配方。喂，大家同在一个厨房，他怎么调配？你看一看不就学会了？不，他调配腌料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场。他只会利用晚上的时间，店关门了，趁大家都离开，他才开始调配，所以根本都没有人知道他是用什么材料啊！烂女人呐，跟那个老妖怪一样。当年呢，他也是惯着自己调配腌料，谁要多看一眼呢，都给他骂。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放了鸦片。鸦片，如果是那么简单的就好了。搞饮食业的，独门秘方就是最珍贵的财产，绝对不可以外泄。就好像可口可乐的秘方，到今天无人可解，所以才能够称霸饮料市场到今天。不过佳倩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学到他的秘方，否则我们的努力都是白费的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信心办到？好极了，只要你学到80%的功夫，我们就可以展开行动了。到时候那个臭女不死也难呢。罗太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哈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先坐下。没事，刚才马爹看到地下有一张纸，蹲下去捡，站起来就有一点晕。年纪大了，真的是不中用啊。罗太呀，你是老板娘来的吗？干嘛要亲自做这些事情？啊，你先坐下，我去倒杯水给你。谢谢啊。哇，你没有搞错啊？喂，喂，喂喂喂喂喂喂喂！他这个大懒猪啊，睡沉了是很难叫醒的。怎么这样吃啊？你流口水呀！啊，流这么多呗？你没有搞错的啊，你妈的在那边骂爹，在那边睡觉，怎么做人家的儿子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来这么？如果我没有走进来呀，你妈的早就被送去医院了。啊？马德，什么？你不舒服吗？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紧张兮兮干什么？刚才有一点晕，幸亏有美丽在扶了我一把。你也没有搞错的啊，自己在那边睡觉，你妈的要抓到头晕呐！这里做儿子有什么用啊？现在是睡觉时间嘛，不要以为是在自己的店就想睡就睡，想流口水就流口水。喂，做人要有责任感的吗？那工作要有工作的样子，你没有听过吗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这句话。那白天是用来工作的，不是用来睡觉的，先生。喂，你凶什么？什么？我看不过眼哦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不可以啊！当然不可以啦！你是什么人？这样讲我？是罗太说我可以骂你的，他说你要骂才会醒的。罗太还给我一把3方宝剑，可以先斩后奏。哎，什么3方宝剑？你以为包青天呐？美丽说的没错，是我叫他骂你的。你这个人呐，不骂不行的。妈的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个女人的嘴巴很毒的嘞。对喽对喽，尤其是对你这种不孝子啊，嘴巴更毒啊，还不做工？你看那个地那么脏啊！那妈你，等一下还要抹桌子啊，这么脏，还有那些玻璃啊，蒙蒙一片的也是要抹的。这么我吗 ？William， 他去拿货了。那价钱呢？今天休息啊。那法德在哪里？哇，这么很大爽啊！连你发的都要拖下水，是不是该打？对，该打。还不做？做就做咯，这么凶。
哎，美丽，不用啦。没关系啦，本来我是休息的，是姑姑说早上有事叫我来做半天，现在是我自己的时间，要做什么都可以的。哎呀，罗太啊，以后啊那些要弯腰啊、走来走去的工作呢，你就少做一点。以前我妈妈就是骂地骂到闪到腰啊，住医院2个月。不好意思啊。不会，前天来吃炸鱼你都不收我的钱。休息就回家睡觉啦，来这边做么？我来找你喽。找什么？哎，不要叫我去看电影哈，我已经说过了哈。是啦是啦，给你100万，你都不会陪我去看电影的啦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好，就是不会见本。做人呢要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自己丑啊，可是我不会丑到去倒贴男人的。那你找我做么？真的要我讲？讲了还要选时辰呐。你说的哈。昨天啊，你带那些猪朋狗友来啊，又吃又喝的，姑姑知道，跟苏让你社长啊不高兴，叫我来跟你收钱的。哎呀，小声一点行不行？是你叫我讲的吗？叫你不要欠他的钱，这么没用。就是咯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姑姑这个人啊，5分钱看起来好像牛车人这么大的。哎呀妈的，我只是忘记带钱而已吗？忘记带钱啊！现在把口袋的钱全部拿出来给我看看。你这个死性子我还不清楚，装阔气啊，请人家吃饭喝酒啊，很威风啊！口袋空空的时候就东借西借，跟假期啊不晓得借了多少钱出去。就是咯，所以说你这个人很笨呢。什么啊？请那些朋友，昨天你那些朋友一看就是猪朋狗友啦，请他们吃饭白请的。哎，什么猪朋狗友？他们是我的江湖兄弟哦。打拢你啦，江湖兄弟，你为什么拍黑社会片啊？36块。欠2天会死啊？不是会死，是会给人家看死啊！一个大男人连36块都还不起，人家会在背后怎么说你啊？有钱就去赌嘛，上一次赢了10多千，又是一下子输光光咯。所以说你这个人笨咯。哎，我还没有说完啦。有钱就兴高采烈，以为是天降横财，其实你都不知道，你这辈子啊已经输掉20多千、30多千，现在赢的已经弥补不了以前输掉的。我还没有说完啦。有钱就以为自己发达了、转运了，就拼命下注咯，结果把赢的已经倒输回去咯。10多千呐，输几场马就清洁溜溜啦，对吗？什么？美丽还没说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还没有说完啦。有钱的到处请客，什么江湖兄弟，1传10，10传100，都来找你吃免费的、喝免费的，还去玩免费的女人。哪里有？没有啦。你有没有哪里知道啊？总之啊，你那些朋友是在占你的便宜啊，你呢？装大方摆阔气，来者不拒。先请他们去大餐厅，钱少了就去煮炒蛋，没钱就去吃裸的喝国宾，搞得36块还要欠，好欠就不欠，欠自己的亲戚。那个是姑姑啊，你不是更加没有面子？好心你啦，用你的脑啦，笨得要死。上一次赢了10多千，不会去做小生意啊？就算亏掉了，也可以算是吸收一点经验嘛，当是交学费咯。如果有赚到钱了，自己有一番事业吗？不有一大把年纪还要你妈的养你。完了啊！完了啊！完啦！完了就给我滚你的咸鸭蛋呐！你呀，是你呀，把我气到去买咸鸭蛋啊！妈的，你不要听他乱放屁啦！什么乱放屁？美丽说的都对，都有理。这些话我想说说不出，美丽全帮我说了。我多希望你身边有一个像美丽这样的女孩，每一天骂你，每一天提醒你，这是你的福气。美丽啊，以后尽量帮我骂，她要对你怎么样，你就来找我。龙哥，听到了没有？美丽，这些钱帮我拿去给开银。以后如果他再冲阔请客吃饭没钱付账的话，就叫警察，看他以后再会不会这样丢人现眼。我知道啦。不用做了，不用，叫他做，我们去喝碗汤。罗太不用了啦，不好意思啦。你刚才骂他骂太多了，口干了吧？对咯，是有点口干啊。小心烫烫死你啊！阿佳，雅琪姐，你在看什么？我还找家福，打电话给他打不通的。那为啥不进去？
店里有人，我看不是很方便。那这样吧，你过去对面的阿村乳店等我，我进去看看就出来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哎，雅喜，你先过去哦，我叫咖啡。哎，姑姑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叫大嘴巴去跟我收钱，你怕不还啊？哎，我可是有言在先的哈，亲戚归亲戚，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。我这间店是 franchise 的，不像你们那一间是自己的，我的账目可要清清楚楚的哦。是啦是啦，那个钱哦，我已经给了大嘴巴了。你以后不要叫那大嘴巴过去跟我收钱呢，我真的给他气死了。来3杯咖啡啦。哎，这样来了。什么？老高不是死了吗？那个女人还来找你们干什么？哦，问我们要不要顶下他的杂货店咯？你有钱没？我没有，雅喜有吗？啊？雅喜想做生意啊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喂，雅喜姐，我真的有点担心嘞。家会不会打电话给我？我打给他，电话打不通的。哎呀，他都说去爬山了，在山上怎么可能收到你的电话？对呀，不是每个地方都收到手机讯号的。再说家福上来独来独往，这也是见怪不怪啊。就是咯，哎，他的人就是这样的嘞。去年有一次哦，他也是一声不响的就跑去那个什么尼什么尔的嘞。可是他会打电话给我的吗？他手机电池不是没电吗？对了，他也是这样跟我讲的嘞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事？我好像突然想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嘞。什么东西不对？等一下。咖啡。哦，谢谢姑姑。哎，谢谢。雅喜啊，我听嘉龙说你想做生意呀。哎呀，那么一间小小的杂货铺有什么用啊？钱又赚不了几个。你有兴趣来跟我合作？哎呀，你不要吵啦。你干嘛？你今天电话为什么打不通？没电呐、什么事情？没电啊！喂，别这样吓死人啦！老板，我给我一杯面包冷店。哦，就来。雅喜啊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谈。哦，神经病！大哥，你想要什么？家福的手机不可能没电的嘞。为什么？因为前一个晚上哦，我看他回来拿手机去充电的嘞，所以他的手机不可能没电的嘞。你肯定吗？肯定。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你先别急。听大哥这么一说，我现在想起家福的留言真的有点奇怪的。啊 ？Hello。我跟朋友去爬山了，这2天不接电话，有话请留言。不过这座山好高啊，我不一定接得到哦。他好像在留言中要暗示我们什么？可能是这样。什么这样那样？到底是怎么样？龙哥，你还不明白啊？雅喜姐是说，家父在留言里说那座山好高，会不会是跟老高有关系？这样也可以啊。他还说我们的留言他不一定听得到，那就是说他可能碰到危险了。哎呀，我如果真的是老高的鬼魂在作怪哦，这样他的鬼魂真的很猛嘞。这死家伙怎么这样 Tiki， 还把我给他的佛牌还给我嘞？大哥，你真的不明白啊？什么？如果家福真的遇到老高，那就是说老高还没死啊。还没死？喂，
谁呀？没有声音的。问他，老高是你吗？老高，是你吗？他挂断了。他有没有电话号码？没有电话号码。老高，一定是老高。记得你曾经问过我，生命是什么？你说生命很无奈，因为他别无选择。对，不过现在我看法已经改变了。我觉得生命并非全无选择。你怎么会这么说啊？当然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别无选择。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来，也不能说我们要投生在什么地方，要怎么样的父母，有怎么样的样貌。但是，有部分的命运却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我强调的是部分，因为事在人为。但是，也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，那就是天意难违。你可能付出了很多，也可能很努力，但是最后也可能失败收场。那也没有办法啊，因为那是天意啊。对，天意。但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天意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去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命运不好，你的机遇很差，那就应该尽量去改变它，而不是自怨自哀，把不好的化成好，把劣势化成优势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克服我的毛病，不要让过去的阴影影响我一辈子。你知道我对生命的看法为什么会改变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遭受很多人的冷眼。很多人都恨不得把我打死，因为我不正常，我带来了麻烦。但是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。上一次，我烧你大哥10多万的奖金，换成是别人，即使不打死我，也把我打到重伤。但是，你大哥却放过我，你家人也没有埋怨我，而你也没有歧视我。相反的，你鼓励我，关心我。所以我觉得这世界并不是叫人绝望的。我曾经读过一句话：生命因为爱而美丽。我本来对这个世界是很灰的，也曾经想放弃过。但是，当我发觉我无时无刻都想起你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这世界是美丽的。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以为我会让一个普通人那么靠近我吗？我不打到他，鼻子流血才怪。那如果那个人握住你的手呢？那我就把他的手打断了。如果那个人是我呢？如果你对不起我的话，我也会把你的手打断。再干杯，我们来干汤圆。汤圆怎么干啊？好吧，干就干吧。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共尝汤圆，干！
文杰，文杰，什么事啊？我好像看到一个人，谁啊？老高。老高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我去看看。我看是人有相似吧。也许吧。我们走吧。水啊！我要水。老高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要渴死我、饿死我是不是？我死了你也逃不了的。 我不要跟阿娇在一起了，我不要跟阿娇在一起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不要跟阿娇在一起了。哼！我真的不要跟阿娇在一起了，我求求你。 放过我吧！拜托你，拜托你，给我点水好不好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！ 干什么？你要我重复刚才的话？好，我说，我不要跟阿娇在一起了。你放
我已经被关了2天，我不要！我说，我再说，我不要跟阿娇在一起，我根本就不爱她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她。我只是在玩弄她的感情。相信我不要再跟她在一起了。谁料她这么笨，是她自己要跟我在一起了。我根本不爱她，我不爱她，不爱她，不爱她，不爱她！听到了没有？你真傻！你被这个王八蛋骗了。啊，是这个样子。那好，谢谢你们了。怎么样了？剧场人说家福那天根本就没有回去彩排，有没有跟他们去爬山？事实上已经2天没联络他们了。那真的有可能被老高带走了。对嘞，老高的人很变态的，说不定老高威胁家福说要毁他的荣耀，他的命。这样家父一怕，就只好跟着他走喽。这也有可能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他最好不要对家福怎么样啊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他的，我一定会把他打成肉酱。佳琪哥、雅琪姐，你们赶快想办法救家福吧。老高狠起来，他真的很怕人的。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隐瞒了，报警吧。不过报警前得让妈知道。那好。你去跟妈说，我来报警。是家福。喂，阿娇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都快急死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去爬山吗？没事的，我刚刚回来了。他说他回来了，原来他就去爬山呢。不过他现在在哪里？喂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我有事情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你出来就知道了。你先不要问这么多。还有啊，不要跟我的大哥说，要不然大哥到了这里就会大煞风景了。哦。那我等你啊。拜拜。好。家福说他快到关口了，他还有没有说什么？没有。切，那就是没事喽。哎呀，我们大家自己吓自己啦。老高肯定是死了啦。虽然我们现在不怕他的人，可是我们要小心他的鬼嘞。不行不行，阿娇啊，我看我还是上去楼上拿一张符给你。龙哥，不用了啦。你不要替气啦，要是他英文不上，很麻烦的嘞。那就让他来找我好了，反正事情总是要解决的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们那么久，我看我先回去了。那OK了，我送你喽。不用了，龙哥，我自己回行了。那你小心一点。再见。那小心点啊。没事了啦，睡觉了啦哈。这家伙永远这个样子，虚惊一场。这样休息了。喂，老婆大人，你又怎么了？
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啊！你想对阿娇怎么样？你张臭嘴巴！你敢叫阿娇多一声，我把你的嘴唇割出来！你再叫，你有胆再叫！叫！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他吗？现在再说多一次啊！男子汉的话，再说多一次！不敢说啊！啊！原来你爱一个人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不是应该爱到连命都不要吗？啊！你怎么会在乎这只耳朵、两片嘴唇啊？而为了一口水，说出不爱他的话，这证明你根本不爱他，是玩弄他的感情呀！你说啊，我可以帮你转告给他，说你爱他，你不能没有他。说，你说啊，说啊。说，你有没有用这张臭嘴吻过阿娇？没有啊。你有没有亲过她的手？没有。没有？真的没有。你真的以为我这样笨会相信你？这样而已嘞，就吓到你屁股尿流。让阿娇来看看你这个胆小鬼的窝囊样子啊！你再也看不到阿娇了。家福，别怕，我是人，我不是鬼。你，我还没有死。那家福呢？也还没有死。走，我们边走边谈。车子撞进河里，我以为我会死啊，怎么知道我死不了，而且一点伤都没有，真的是奇迹。当时我在想，老天爷他在可怜我，他不要我死啊，他要我回来找我的老婆啊。老公，你没有事，我很为你开心。可是。我还是不希望我们的婚姻继续下去。你还是要跟我离婚？可是我死了，你很伤心，对不对？我还知道你到店里拜我。其实啊，你对我不是没有感情的。不，我对你真的没有感情。我曾经很努力的尝试过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你过一辈子。如果你不是受人摆布啊，你是不会讲这种话的。这1年来都没有事，忽然间你讲我要跟我离婚，那是因为你被那个臭小子骗了。不是的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不关别人的事。老高，你告诉我，家福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奇怪，他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我知道他在你手里，要不然打电话约我出来的人是他，可出现的是你。是吗？我以为啊，只是凑巧而已。老高，你不要再隐瞒了，你到底对他怎么样了？你那么紧张做什么？你以为我会对他怎么样啊？杀了他？不，我才没有那么残忍呢。
高，家福到底怎么样了？他很好，我只是请他喝咖啡，聊聊你的事而已吗？家福真的在他手里，那现在该怎么做？先听他说下去。老高，家福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这样急着什么？他死不了的啦！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话？不能，你不能见他，他也不会要再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不爱你，他只是找机会玩弄你的感情。现在他的真面目给我拆穿了，他哪里还有脸见你？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要见他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你真的是很天真啊！好，我让你听听看他对你说的话。我不要跟他搅在一起，我根本就不爱他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。我只是在玩弄他的感情。相信我，我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。谁料他这么笨，是他自己要跟我在一起了。我不爱他，我不爱他，我不爱他。对了，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你真的很笨啊，竟然相信他。老高，你到底对家福怎么样了？怎么？你不相信这是他自愿说的话？你以为我在逼他？难道不是吗？如果他真的爱你啊，我怎么样逼他，他都不会说这种话。他会说这种话，就证明他根本不爱你。他爱的是他自己呀。老高，你到底对他怎么样了？你说啊，你快说该怎么样了，快说啊！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没有事啊！我没有用枪指着他，没有用刀砍他，我只是讹他2天而已啊！他为了要吃饭喝水，就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说他是不是很窝囊，很没有用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不这样做的话，怎么可以让你看出他真面目？怎么证明他是不是真的爱你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个方法最好的。果然啊，才讹他2天啊，他就从口口声声说爱你到变成一点都不爱你，他还帮我骗你出来呀，让你以为啊，你要见的人啊就是他，一点都不为你安全着想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啊我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啊，你现在呀不是死在我手里吗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真是变态！变态！变态的人不是我啊，是那些明知道你有丈夫的，还来抢人家的老婆啊，那些人才是变态，是该死啊！我跟你说，我50岁啊才娶到一个老婆啊，谁也别想抢走我的老婆啊！你要干什么？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像个当初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再相遇。